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欢。今天咱们介绍一部韩国的恐怖片《假发》，又名《鬼上头》。剧情略显混乱，请大家耐心观看。故事开始，癌症患者秀贤目光呆滞地看着男人伤心地收拾行李，不禁想起了自己应该也会和男人的孩子一样慢慢死去。就在他心灰意冷地想着如何结束生命的时候，姐姐智贤却谎称他已痊愈，特意接秀贤出院，还专门挑选了一顶漂亮的假发送给了秀贤。就这样，智贤带着妹妹离开了医院。回到家，秀贤看着镜子里光秃秃的自己，很是自卑，便拿出姐姐送的假发，刚戴好就听到房门被人打开的声音，扭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。再次看看镜子里戴着假发的自己，竟然和之前判若两人，不仅漂亮了不少，而且气色也恢复了很多，这让秀贤很是吃惊，而后细细端详起来。吃晚饭时，秀贤看着姐姐不注意，竟然调戏姐姐的男友基石。如果基石不喜欢姐姐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自己，毕竟自己也是一个女人了。第二天，姐妹俩一起外出游玩，就在小妹帮忙给两人拍照时，竟发现镜头里秀贤的头发诡异的飞舞，这让小妹倍感惊悚。回家的路上，秀贤表示自己的病可能真的痊愈了，这样出来一天也没有一丝疲惫感。回到家，姐姐叮嘱秀贤吃下药。就在她准备睡觉时，智贤建议妹妹摘掉假发，妹妹却不予理睬。智贤刚走，秀贤就吐出刚刚吃的药丸，他深知自己的病没救，出院后也就一直没吃那些药丸。智贤则独自一人坐在客厅发呆，突然看到墙上的挂画，陷入了沉思。原来他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雕刻家，在自己的艺术展上，男友基石却以学生有事为由没有及时参加，这让智贤很是恼火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智贤还不忘打电话埋怨男友。前面的货车司机忽然看见一个倒挂的人头，害怕的赶紧急刹车，却意外的出现多起追尾事故，尾随其后的智贤也没能幸免，甚至被货车上的钢筋直插脖子，从那以后便不能正常说话。第二天，好友小静来找智贤倾诉苦衷，她得知老公已出轨，内心很是苦恼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吃过饭后，智贤在妹妹的房间找到了小静，她趁秀贤洗澡，正带着她的假发左右端详，看似心情好了很多，表示她知道该如何让老公回心转意了。随后换上性感的衣服，带着假发找到了酒吧的老公，而这边的智贤却听到妹妹房间传出异常的喘息声，用力推开门后，见到妹妹痛苦的在地上呻吟着，嘴里还不停地嘶吼着假发假发。智贤立刻给小静打电话索要假发，却无人回应。就在她躺在沙发上焦急的等待时，突然听到阁楼传来声响，便爬上去查看，竟发现妹妹在低头看自己的脸皮。就在脊背发凉的时刻，那张脸又朝自己飞了过来。突然智贤从梦中惊醒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此时耳边又响起了音乐声，顺着声音来到厨房，只见妹妹戴着假发，身体伴随着音乐陶醉的左右摇摆，看似心情大好。这时警局突然打来电话，原来是小静死在酒吧，而她手机中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智贤的，因此第一时间通知她协助调查。在小静的葬礼上，她的妹妹则认为当时一定还有别人，而且小静死时仿佛老了10岁。参加完葬礼的智贤刚回到家，就接到了妹妹的短信，便来到酒吧。她第一眼就见到了吧台前的男友基石，而此时的基石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性感妖娆的妹妹，根本没人注意智贤的存在。此时的妹妹正妩媚地扭动着身躯，而接下来更让智贤难以置信的是，妹妹竟然搂着基石从自己身边经过，在她面前亲密地跳起舞来，完全把智贤当成空气。怒火中烧的智贤却来到了厕所，对着镜子尝试说话，却无济于事。就在此时，秀贤走了进来，仍无视他的存在。洗完手之后，沾沾自喜地表示：“看到我的舞蹈震惊了吗？”智贤不知如何作答，只好气愤地离开。就在秀贤美美地端详化妆镜中的自己时，突然从里面露出一张恐怖的面孔，吓得他直接扔掉了镜子。刚趴在地上准备去拿镜子时，又听到马桶里传出声响，吓得他立刻蜷缩到墙角，紧接着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具尸体，正是已经死去的小静，还有头发不断地从口中吐出。第二天，智贤找到基石，本想谈谈两人的事，但基石却直接提出分手。智贤刚走，秀贤就来了。基石知道智贤担心妹妹，便及时告诉他秀贤的情况，而此时的秀贤却异常主动地诱惑着基石，口中还不断地喊着老师。基石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把推开秀贤，并表示我不是你的老师。这时刚好智贤过来接走了妹妹，可回到家后，智贤竟听到妹妹在卫生间喃喃自语。透过门缝，只见妹妹自言自语地梳着假发，可随着门缝越来越大，却看到了更恐怖的一幕：假发的主人倒挂在天花板上，与妹妹在面对面说话，吓得她直接瘫倒在地，气都不敢出一下。接着妹妹拿着假发从她身边经过，询问姐姐怎么了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智贤赶紧冲进妹妹的房间，
把假发从妹妹头上揪了下来，跑回自己房间，将门反锁，用剪刀剪断了假发，根本不理门外疯狂砸门的妹妹。最后妹妹晕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被送到医院的妹妹经检查，竟惊人地发现癌症的状况不再明显，可通过骨质检测却发现秀贤在急速变老。病床上的秀贤突然感觉头皮发痒，随即不断地伸手抓挠，竟抠出很多的药丸。当医生赶到时，只见床上满是鲜血，人却莫名消失了。志贤赶到医院后，突然想起妹妹曾经说过，头发记录着人的记忆，所以猜想应该是那顶假发在作祟，于是来到了当时购买假发的商店。从店主那里，志贤了解到生产假发的工厂，谣传他们不仅用死人的头发，而且也接受自杀者的头发，厂长也在制作假发时猝死，现在只留下一个女儿。志贤找到了已经废弃的假发工厂，在这里他见到了已经发疯的厂长女儿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该做那顶假发。原来是制作好那顶假发不久，厂长便莫名死去。他的女儿也是后悔莫及，因为他知道那顶假发的主人是一个留着长发的同性恋男孩，正和自己的老师基石谈恋爱。但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基石就决定与他分手，和志贤结婚。男孩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刺激，最终跳楼自杀。志贤看到这个男孩照片后，突然觉得妹妹的容貌竟越来越像这个男孩，是男孩在同化妹妹。另一边的基石在家中看到了带血的病号符，意识到秀贤肯定在自己家。接着秀贤穿着婚纱出现在面前，并表示自己就是那个自杀的同性恋男孩细菌。就在这时，志贤正好赶到，只见秀贤正趴在基石身上强吻着基石。志贤见状便一把抓住假发，想要揪下这邪恶的怪物，可假发却怎么也揪不下来，反被对方一把推开。基石本想上前阻止，却被同性恋男孩附身的秀贤甩到了楼下，然后掐着志贤的脖子准备送他上西天，而志贤也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拽着假发。就在两人僵持时，基石用力撞开了秀贤，最终假发也被志贤成功拽了下来。此时秀贤被基石按在地上无法动弹，嘴里却不停地喊着假发。志贤则把汽油倒在了假发上面，就在他寻找火源准备烧掉假发时，而此时假发好像有了强大的吸引力，则莫名地向秀贤跑去。就在假发快回到秀贤头上的刹那，打火机找到了，志贤赶紧扔出火机，假发瞬间燃起熊熊大火，而残存在假发里的所有记忆也慢慢消失。此刻秀贤也逐渐恢复正常，姐妹俩抱在一起甚是欢喜。突然秀贤表示她的头发一直在长，志贤听后便伸手向妹妹头上摸去，果然有好多的头发茬，然后就发疯似的把妹妹锁进小黑屋。志贤认为同性恋男孩的记忆依然附在妹妹身上，因为身患绝症的妹妹长期吃药是不可能长头发的。随后就听到小黑屋里的妹妹讲姐妹俩小时候的故事，这时他才确信里面应该不是那个男孩，便打开了房门。此时志贤产生幻觉，看到的还是那个戴着假发的男孩，便拿着相机狠狠地向秀贤头上砸去，一下一下地发泄着心中的怨恨，直到妹妹一动不动。这时医生打来电话，表示秀贤出院后就一直没有服药，因为不服药就会慢慢地长出头发，那样看着也会健康些。秀贤的病情其实已经好转，希望志贤将妹妹带回医院。志贤看着血肉模糊的妹妹，泣不成声。电影结束。最后简单梳理一下剧情，妹妹癌症晚期，因为化疗加吃药，头发掉光。姐姐担心妹妹有心理阴影，买了一顶假发，而假发的主人却是男友基石之前的同性恋学生。男孩认为姐姐抢走了基石，虽自杀，但冤魂却留在头发里，冤魂便附在妹妹身上和基石再续前缘。姐姐得知真相后，毁掉了假发和冤魂，最终因为幻觉亲手杀死了妹妹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就点赞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